前一阵子呢，我收到一个其他诊所的老板来拜托我，他说呢，他诊所之前呢借场地给一组人，然后这组人呢，他们就是在网络上宣传说可以用2天的恢复期就可以达到拉皮一样效果的技术。他们这些人因为没有资格的诊所就借场地给他，结果后来这个客人刚做完，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大概2-3个月以后，整个脸垮回原形。他花的不是几万块，他花的是10几20万。那这个客人呢，他就跑回去找这家诊所算账。那诊所跟他说，我只是借场地给他，又不是我们帮你做的。客人说，我在你这做当然要你负责啊，你说这个医生跟你无关，我怎么能够确定这件事？这个老板很苦恼，就是说怎么办？他那边借场地给这一组人用哦，已经好多个客人都跑去抱怨了。他说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都已经做了手术拉皮了，效果怎么还会那么短？这就是一种浪费钱的事情。所以不浪费钱的系列第7集来跟大家讲什么叫做真正有效的拉皮，那什么是 fake lift。 大家如果看过我以前拉皮的系列，我们就想了一个标语叫做 We do face lift not fake lift。 fake lift 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 fake lift。 身为解剖美学的奠基者，我始终坚持解剖分层为基础，结构力学来设计，安全优先是原则，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这个不能只有我说，大家知道我们的节目很强调实证医学 evidence-based medicine， 就是我们要看到医学上真正的数据，而不是靠嘴巴讲。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看了一篇这个论文。那这个论文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标，因为这个论文刚好是前一阵子我在医学会的时候，然后跟大家讲拉皮手术是怎么样子，怎么分类。那这篇论文呢，它里面就是在讨论呢，这个拉皮手术呢，3层式的拉皮它的这个术后结果怎么不一样。在这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手术拉皮分哪几型，分成1层、2层、3层。那到底什么叫1层、2层、3层呢？我们的脸绝对不是1层脸皮就这样贴在我们的脸上。你看，我们脸上最浅的就是像这一层脸皮。那这一层脸皮呢，就是皮肤跟皮下脂肪。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之前有看到非常离谱，他们说叫所谓的多层次的一个拉皮手术。什么叫多层次？它就是把这一层薄薄的脸皮又分成好几层，所以他们所谓的好几层就只是围绕在这个脸皮上面。如果你今天说我们在做拉皮的时候把这一层薄皮再分好几层，这就是一个骗术，是一个诈骗。因为我们脸皮不能再这样分好几层，一层薄薄的脸皮分好几层，结果是怎么样？你一扯，你的脸皮要么更薄，皮更脆弱，要么就是你一拉扯这个皮它就破了，就会坏死。所以脸皮它就是一个单位一层就是浅层，中间还有一层筋膜，这个筋膜层它是一层比较韧的一个组织。有时候我会比喻脸皮就像橡皮筋一样，那我们的筋膜层呢，就像是这个比较有韧性的这个组织一样。然后真正我们脸最厚的、最厚实、最重的东西都是这些深层的构造。我们脸把它这样分3层。所谓的1层次的拉皮，就是只有简单的扯皮把皮剪掉一些缝起来。那所谓的2层的拉皮呢，就是有做到筋膜。可是呢，这种所谓的有做到筋膜是怎么样？它只做侧面这个地方叫做2层的拉皮。那什么叫真正的3层拉皮？就是筋膜下面深层的东西，它不仅要做到深层，而且一定要做到内侧。待会我会解释。那这个论文呢，它就是去统计这种3层分别只有做皮肤的这种拉皮手术，跟做到筋膜这个拉皮手术，还有做到真正深层而且内侧的拉皮手术，也就是3层次拉皮呢，它术后的效果到底差异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篇论文呢，用一个真正医学论文给大家看，大家才会知道。不然其实大家很容易就是被话术，因为其实比如说因为资讯很多图片也可以 PS 然后或者是上电视节目也是可以用买的。那可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的这个资讯就是真正来自医学研究。好，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好是他收集了非常多的这个求美者，而且时间拉很长就去统计这些人他做1层的拉皮、2层的拉皮跟3层的拉皮他们的效果怎么样，然后维持的时间怎么样。不过我大概解释一下其实医学上我们在知道拉皮它维持时间怎么样跟一般民众想不一样。一般民众想说这个拉皮可以维持多久？10年、15年。这个所谓的维持多久，我们在医学上判断的标准就是他觉得需要重开的时间，再开一次的时间。好，如果短期内就需要再开一次，那就代表它维持时间不长。好，这很容易理解嘛，对不对？那你看这个数字你看第一个，它这里写 skin only 就是只有剪皮。就是你现在听到那种恢复期很短的那种拉皮手术，就是有的可能伤口在这，有可能在这那就是剪个皮缝起来。哇，好棒恢复期很短可是
你知道吗？他1年内要重开的几率，你看这里，他收集了258个人，居然有1/5的人1年内就要重开，这么多，很夸张，对不对？你想想看，你去给他划了一刀，你要做手术拉皮，就1年内有5个里面就有1个要重开，那你干脆拉线就好了，拉线还不会有疤痕啊，对不对？那你说剩下的5个里面剩下的4个呢？剩下4个可能就是1年半、2年、3年需要重开。所以这种只有剪皮的手术，它虽然恢复期很短，可是基本上效果维持时间非常的差。你看这里写的1995年，代表什么？这个是上个世纪的技术。其实大家好奇这个拉皮的演进，之前有一集拉皮的，从100年前到现在这个拉皮的这个演进，我们收集了大概70、80篇的论文，我把它用成一个流程图。我那时候就跟大家讲，这种只有剪皮的技术是上个世纪，真的不夸张但是现在好多诊所还在做，甚至拿这个来糊弄大家，骗大家说什么？我现在科学进步啊，没有恢复期啊，局部麻醉1个小时就搞定。为什么？因为他就剪个皮缝起来而已啊。因为这里都没有做，所以都不会肿啊。可是1年内你需要重开的几率有高达1/5，很扯，很夸张。那这一种夸张的技术就是上个世纪的技术，居然还演变出另外一个手术，你知道吗？以前呢，用这种剪皮的方法来帮客人拉，那因为1年内就会重开，这个文章它里面有提到所以他们当时会跟客人说什么？说我们这个拉皮手术是2阶段的。我们第一阶段呢，就是先帮你拉一次皮，1年后呢，你再来，我们再帮你微调一下什么叫微调一下？就是再切一次真的，他这是 2 stage 的。他意思是说，他文章的内容就是跟他讲，他们当时就会跟客人讲说，因为有些原因所以我们需要1年左右再回来帮你调整一下，再开一下。听起来其实就像他文章里面讲的，因为这个1年内就觉得重新调回来的几率非常的高，2年内更高根本维持不到3年，所以他们就会跟患者讲说，这个拉皮手术是叫2阶段。你想想你今天要划一刀，结果2、3年内要让你再划一次，而且这个几率3年内需要重开的几率几乎高达8、9成的时候，以现代而言，在上个世纪可能可以接受，但现在要是我一定不能接受。可是现在有很多诊所还是这样子在搞坦白说，这个不能叫真正的拉皮，有很多的教科书，他们把这一种只有剪皮这种技术，他们不叫做 facelift， 他们叫 fake lift。fake 就是假的意思，fake lift。你看我们那个影片的标题不是写 We do facelift not fake lift，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这是我们想的 slogan 吗？不是你知道那个 fake lift 这个真的是有教科书上在讽刺这种上时代的技术，但是结果在现在的社会反而就被很多人拿来做操纵。所以我一直在讲我们的节目我希望给大家是所谓的实证医学，给大家真正的一些医学上的东西，所以我们给大家看真正有数字的。好，所以这种假拉皮它的效果当然不用讲很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皮肤呢，它是有弹性的，橡皮筋你这样一撑，一开始是很紧的，但一个橡皮筋这样硬扯2个礼拜以后，它就会松了。脸皮也一样，一个脸皮你这样一拉，哇，一开始很紧，但你就这样把脸皮扯，半年、1年以后，皮一样就弹性皮吧，就是又松掉了，所以它当然效果很差。好，来我们来看这个1997年那个时候呢，他们有统计了另外一个数字，真的是他们收集了279个丘梅者，这个所谓的 smart flap 指的就是所谓的筋膜拉皮。筋膜拉皮呢是什么？筋膜拉皮就是我们脸皮下面的那一层筋膜筋膜跟脸皮不一样脸皮是有弹性的，筋膜呢比较像布织布一样，它是没什么弹性的，所以它比较不会弹性疲乏。那所谓的筋膜拉皮就是在侧脸的部分，在这个筋膜上面做一些缝合或是剪一小块筋膜缝起来。这里筋膜拉皮的定义就是它在做的时候，它只做到侧面，就是早期的技术就只做到侧面。那这个筋膜拉皮呢，效果有没有比这个只剪皮的这个 fake lift 好呢？有，但是1年内呢会重修的几率大概10个里面会有1个，11%。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对不对？因为大家不想要动个手术，莫名其妙1年没有必要，还是尽量不要这样。好，那再来我们看这里所谓的 deep plane 呢，其实全名叫做 extended deep plane， 也就是我们的3层式拉皮。
它强调的不是只有做到深层，一定要做到内侧，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现在也有很多人会糊弄，它其实做的就只是筋膜拉皮，就是只做到这里，但是他告诉你我没有做到深层哦，没有真正的 extended deep plane， 一定要做到内侧，才叫做3层次。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解释哦，筋膜拉皮跟3层次拉皮，它们两个的效果为什么差那么多？你看哦，他们两个的效果，1年内重修，一个是1/10，那一个呢是3%。好，3% 坦白说，我们觉得还是不够好。所以，因为这里的3层次拉皮呢，其实是1997年那个时候统计的，现在的3层次拉皮又更进一步，又做得更彻底，所以呢，它的效果又更持久、更强效、更长效。当时统计的3层次拉皮呢，大概还是有3%，1年多要重修。为什么筋膜拉皮跟3层次拉皮比起来呢？那个3层次拉皮它效果好非常的多，又维持时间要久很多。关键就是在一个东西叫跨韧带。什么叫跨韧带？来看一下。为了跟大家这个解释，我做了一个这个图板。你知道我现在出去演讲的时候，都会用自己的脸。之前有网友就说：“这人是不是有自恋狂？”一直说自己是3重彭于晏，怎么没有？那我们都只是平常要开玩笑而已啊。为什么用自己的脸？大家知道吗？因为我们的影片常常被盗用，在小红书里面，还有一些大陆的医院他们会拿我们之前做的3D 动画，还有我们之前有，而且还有客人都有传给我们，还有就是拿我们做的一些影片截取片段，然后放在他们的网站上，或是放在他们影片上面。所以你知道，我为了防止这件事，我们当时想怎么办？做浮水印，我们试过做浮水印结果那个大家在看我们影片的时候说，可不可以把浮水印拿掉？那浮水印在那个图上面飘来飘去，影响到我们看。所以我想有方法，没有关系，你们要盗用没关系，上面是我的脸，到时候你盗用拿去用也是我的脸，大家知道是从我这来的。所以对不起，我不是自恋狂，我是只能用这个方法来防止人家盗用，因为你拿去盗用，大家一看也知道啊，就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好，那我们回来看这个这个图是给大家看，你看我还在自己脸上用图钉，很痛啊。蛮传染的。那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图钉是什么？大家仔细看这个是脸上的韧带。我们脸的表面呢，看起来本来是一层皮，好像是连在一起，可是事实上在这个皮肤底下有一些韧带，这个韧带就好像是这个图钉一样。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脸皮筋膜是怎么固定在我们脸上的骨头的？就像这个韧带一样，把你的这个脸皮跟筋膜定在我们脸的骨头上。如果没有这些韧带，你的脸皮就不怎么掉下去了。好，但也因为有这些韧带呢，它就会造成一些我们在手术的时候要考虑的事。如果你今天手术拉皮没有跨韧带，那效果为什么一定不久？来，我们来看比如说你今天只有剪皮，这些韧带呢，分别代表什么？这叫眼眶固定韧带，这叫颧弓韧带，这叫咬肌前韧带，这叫面疼韧带。好，我们的脸上呢，在我们的以这些韧带这样画过来，这叫外侧脸，这叫内侧脸。好，只有剪皮的手术不用讲，它当然就只有这里剪一块皮，它当然就不用想到跨韧带。好，你这里怎么拉，很快就弹性皮把就缩回去了。好，那今天呢，你的筋膜拉皮。所谓的筋膜拉皮，就是只有做到侧面这个地方，你在侧面这个地方把这个筋膜封合，或者剪一小块筋膜，然后你再往这个地方拉，你会发现这个韧带，如果你没有跨过去的话，对不起，你会发现它对你内侧的法令纹、对你内侧的墨纹效果也非常不好。就算你一开始硬扯，有一些拉紧的作用，很快因为这些韧带它很强韧，你做表情，就像我们现在做这个表情一样你平常讲话，做这个表情，这个表情，是不是都是往中间做？对啊。你笑的时候往旁边，这样一张一缩，一下往外，一下往内，你的筋膜很快也会缩回来。就像这里讲的，他这里讲的没有跨韧带，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筋膜拉皮没有跨韧带，就是它短期内会重修的主因。好，因为没有跨韧带，所以它的法令纹的效果不好。它的这个轮廓线效果不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筋膜拉皮跟只有剪皮的手术，这种1层跟2层的效果远远不如3层次拉皮。事实上，大家一定会想说，哇，那代表这个3层次拉皮已经有一段时间，那是不是很多医生会做？坦白说，这个技术它是有很大的门槛。那现在的3层次拉皮呢，我们已经把它升级到破版。
嘿，大家好奇 Pro 版是什么，对不对？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另外一个3层次拉皮 Pro 版的3D 动画，它有解释呢，3层次拉皮呢已经不是单单的做3层次了，它做到更内侧之外，然后我们还会考虑到4个境界，5条这个线条，5线谱，3、4、5的概念，没关系。大家好奇3层次拉皮 Pro 比这里提的3层次又要更强大。好，而且他提到一件事，很多客人会问一件事，为什么3层拉皮它不用放引流管？你知道什么情况下不用放引流管？一个就是只有简单的剪个皮，什么都不做，可以不放引流管。但是这是假拉皮，刚做完很有效，但是半年1年后跟没做一样。那你干脆就拉线就好了嘛，对不对？那3层拉皮为什么它也不用放引流管？也有客人问过我，这里就解释了它的这个 dead space。dead space 这是一个医学的名词，但我简单讲就是说，因为它一层一层的往上固定复位，所以它里面会造成这个组织液跟血肿的位置就少很多。它不像以前的筋膜拉皮，它就有比较大的这个 dead space， 它就需要引流，不然就会有容易血肿。所以3层次拉皮它虽然做的范围比较广，但它反而比较不会血肿。那这个地方统计出来是筋膜拉皮反而比较容易会有血肿跟水肿。嘿，好奇怪，对不对？因为3层次拉皮它虽然做到内侧，但是它一层一层的固定。筋膜拉皮因为它只做到外侧，它做外侧然后就把皮缝起来，它没有这样一层一层固定。你一层一层固定，把每一层位置之间都固定之后，它没有多余的空间去让这个组织液或血肿能够存在。但是你只做筋膜拉皮的时候，你筋膜只是简单的缝合，然后皮就这样关起来的时候，这一段都是一个空间，一个死腔，就可以有血水或组织液堆在那个地方，所以跟你想的不一样哦。那讲了这么多呢，你要怎么知道你做的手术拉皮是不是一个浪费钱的疗程？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去咨询的时候，你只要提出这几个要求，你就可以知道对方到底是来真的还是来假的。第一个，如果他告诉你说你手术拉皮时间就1个小时，等等，这个一定是假的。如果你有剖腹产过，或者是你有手受伤过，你就知道一个大概3、4公分的伤口，好好缝，细细缝，大概也要半个小时。那如果一个3、4公分的伤口两边缝起来，差不多就已经要1个小时了，它怎么可能里面还可以真的一层一层像洋葱那样帮你做？不可能。这个手术如果只有1个小时，一定是假的，它只是剪皮。第二个事情，如果他今天呢，他跟你说这个手术它也不会肿，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只做到这，他内侧根本没做。如果他做到内侧，你这个内侧的皮肤要怎么样让它可以贴合的好？它必须要用组织胶让里面的组织粘合在一起，或者是要用一个外固定，要在外面贴人工皮，然后做外面的缝合。你今天做这个手术拉皮，它真的有做到内侧，结果你只有缝外侧这个地方，不管它伤口在这或在这，它只有缝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你想想看，这个地方它都没有缝合，那里面的组织是不是就会浮起来，没有办法把它贴合粘合得很紧？所以一个真正有跨韧带做到内侧的一个真正的手术拉皮，它手术当中它一定要用组织胶或者是用外固定。如果它只有缝合这一段，那这个也一定是假的。组织胶是一个很贵的产品，它比我们注射用玻尿酸都要贵，所以它会另外收费，或者是你可以要求他说，这组织胶用完给我带走，不然有可能他根本没有给你用，他就只有缝这。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判断你是不是做真的手术拉皮，还是只有简单剪皮。他要么用组织胶，要么用外固定。第三个，你刚刚说这些东西都太复杂了，你觉得很难判断，最简单的方式你就可以要求说手术当中录影。当然了，没有一个手术可以从划刀到最后从头到尾录影的，但是关键部位他跟你说他会一层一层做，请你录给我看，请你录下来，你看不懂没关系啊，至少这对方愿意录，这代表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就在讲我自己去年去医院做疝气的手术，医院也愿意录影给我看我自己肚子里面的状况啊，本来就愿意，所以如果今天他找理由说我们不录影的，手术房里面是无菌的，不能录影，还怪那医院为什么可以录影？当然可以录啊，为什么我可以录影，他为什么不录影？或者这是我们的专利技术不录影，那为什么我们敢录影？这些都是推脱的理由，很有可能他因为前面告诉你咨询的都是话术，所以他不敢录影，这些都是保护自己的方法。记得千万不要做浪费钱的疗程，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自己有什么个人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可以透过上面这个 Line、WeChat 这些，或者是 WhatsApp 来跟我们联络。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不错的话，赶快把它转贴给你的朋友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哦，拜拜。
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